地表温度70度，岩石能煎熟鸡蛋。而在这片被称为火洲的土地下面65米深处，温度却只有5度。玉努斯、玉素甫跪在齐腰深的冰水中，举着简陋的铁锤，在只有 1.2 米高的狭窄空间里，一锤一锤地凿着坚硬的岩壁。这里没有阳光，没有新鲜空气，只有刺骨的寒意和无尽的黑暗。每工作30分钟，他就必须被拉到地面，否则体温过低会危及生命。但就是这样一群人，在新疆的地下消失了2000年，用最原始的工具，徒手挖出了总长5200公里的地下长城，比京杭大运河还要长。他们拯救了一个文明，改变了整个新疆的命运。80岁的刘春富老人告诉我们，他从22岁开始挖坎儿井，在地下冰水中工作了整整50年。当被问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工作时，这位满手伤疤的老人说，没有我们，就没有吐鲁番，就没有新疆的绿洲。这些神秘的地下工作者究竟承载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使命？他们的工作到底有多危险？而这个延续了2000年的古老行当，为什么现在面临着失传的危机？在新疆哈密市二铺镇的戈壁滩上，一排排圆形土包整齐地排列着，这些土包就是挖坎儿井时留下的标志。80岁的刘春富老人站在其中一个土包前，用那双布满疤痕的手指着远方说，这些都是他们当年挖出来的井。刘春富20多岁时开始挖坎儿井，这一干就是50多年。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工作场景，人要跪在井下挖土，下面都是水，两边也都是水。那些水很重，哗啦哗啦地流着，工人们天天都要泡在水里工作。挖坎儿井的工具极其简单。刘春富说，工具就是一根棒子，上面套了一个铁疙瘩，这就是他们的铁锤。还有用藤条编织的筐子，用来装挖出的泥土。就是靠着这些最原始的工具，他们在地下开凿出了一条条生命通道。这个工作对身体的摧残是巨大的。长期在水中挖掘，工人们的指甲都被磨碎了，手上布满了伤痕。刘春富说，挖井的时候指甲都缺了，全都碎在了泥土里。即便如此，他们每天的工作量依然惊人。一个人一天能挖出1人高的土方。挖坎儿井需要严密的团队配合。刘春富介绍，一般是5个人一组，井下有人负责挖土，有人负责把土背到井口，井上有2个人负责用辘炉把装满泥土的筐子拉上来。这种配合必须非常默契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事故。工作时间也很有讲究，每天只能工作3到4个小时，最长不超过4个小时，因为身体受不了更长时间的折磨。刘春富说，要不然身体也受不了。这样的工作强度已经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。现在的挖井工作条件虽然有所改善，但依然极其艰苦。玉努斯、玉素甫是现代的挖井工人，他需要在65米深的井下工作。井下的空间非常狭窄，高度只有1米到 1.5 米，像他这样1米7的身高，只能弯着腰工作。地下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摄氏度左右，每次下井只能工作30分钟，时间长了体温会降得太低，对身体造成伤害。即便是这样，玉努斯一天也能清理出70-80筐淤泥，工作量依然很大。马延平是另一个现代挖井队的队长，他带领6到7个工人承包挖井工程。他们的分工是，井下3个人作业，井上3个人配合。挖一口井需要4个月的时间，工人们中午都不吃饭，要一次性把工作干完再上来。这些挖井工人在最恶劣的环境中默默工作着，他们跪在冰冷的水中，在狭窄黑暗的空间里，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凿着地下通道。每一锤下去，都在为这片干旱的土地寻找生命之源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暗区中，挖井工人面临着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如何确保在几十米的距离内准确地连接2口竖井？一旦方向偏离，几个月的辛苦就会白费，整条坎儿井就可能报废。面对这个难题，古代的挖井工匠们发明了一套令人惊叹的定位技术，其中最神奇的就是油灯定位法。在昏暗的地下暗区中，工匠们会在自己身后
悬挂一盏油灯。这盏油灯不仅用来照明，更是精准的导航工具。挖井工人背对着油灯，永远朝着自己的影子挖掘。因为光线是直的，所以影子也是直的，只要影子不歪，挖掘的方向就不会偏离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，却包含着深刻的几何学原理。两点成线的定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应用。工匠们用两盏带嘴的油灯确定暗渠挖掘的方位，并且要保证暗渠的顶部与底部平行。在竖井的中线上再挂上一盏油灯，挖掘者始终朝着自己的影子前进，就能确保两个坎儿井之间不会挖偏。为了方便放置油灯，工匠们还在暗渠的墙壁上专门凿出小坑。这些小坑分布在暗渠的两侧，间隔有序，既是油灯的放置点，也成为了挖掘进度的标记。每当看到墙壁上的这些小坑，就能想象当年工匠们在微弱灯光下艰难作业的场景。除了油灯定位法，挖井工人还有另一个绝招——选址神技。在茫茫戈壁上，如何确定哪里有地下水源？挖井工匠们有着独特的眼光。他们首先要观察远处的天山，特别是天山上的积雪。当地人把山顶的积雪叫做雪帽子，雪帽子越大，就预示着下游地区的地下水越丰富。有经验的挖井师傅还会观察地面的植被。如果某个地方生长着大片的芦苇，那里一定有丰富的地下水源。因为芦苇是喜湿性植物，没有充足的水源，它们根本无法生存。这些自然界的指示牌成为了挖井工人寻找水源的重要依据。在确定了大致的水源方向后，工匠们会先打第一口探井。这口井通常挖3米深，主要是为了观察水量大小和水流方向。如果发现水量丰富，就朝着天山方向延伸20到30米，打第二口井。第二口井同样要仔细观察地下水的情况。如果确认找到了浅水层的自由水面，就继续打第3口井。3口井都成功后，才开始最关键的工作——挖掘暗渠，将井底用地下通道连接起来。在挖掘过程中，工匠们还有一套土办法来控制挖掘的深度。他们会用一个标准的筐子装泥沙，当水刚好没过筐沿的时候，就说明这个位置的深度合适，可以继续朝前挖了。如果继续往下挖，就会挖成一个坑，水会积在那里影响流动。如果挖得太浅，水流就不够畅通。为了防止暗渠坍塌，工匠们还设计了巧妙的拱形结构。暗渠的形状是上窄下宽，呈现出尖拱形的特征，这样既能减少工程量，又能有效防止顶部坍塌。这种设计体现了古代工匠们对建筑力学的深刻理解。竖井之间的距离也有讲究。最初的坎儿井，竖井间距一般控制在20米左右，这个距离既能保证工程质量，又便于运输泥土。后来随着工具的改进，间距逐渐延长到50米。原来用藤筐提土，筐子装满湿土后非常重，提着走50米会累得筋疲力尽。后来改用橡皮桶在水中拖拽，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，所以井距也相应延长了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技术，实际上都蕴含着深刻的科学道理。在没有现代测量仪器的年代，挖井工匠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朴素的智慧，创造出了这套完整的挖井技术体系。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，解决了最复杂的技术难题，在黑暗的地下开辟出了一条条生命通道。这些技术绝活的传承，全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。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要领，都要通过实践来掌握。从选址到定位，从挖掘到防护，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正是这些精湛的技艺，才让坎儿井能够在2000年的岁月中，源源不断地为新疆大地输送着生命之水。在坎儿井的挖掘和维护过程中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工人。65米深的竖井相当于24层楼的高度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玉努斯、玉素甫对这种危险有着切身的体会。他负责青淤的坎儿井有80条竖井，每一次下井都是一次生死考验。从井口到井底需要5到6分钟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他只能依靠井壁上古人凿出的简易台阶，用手臂撑着两侧的井壁，一点点地往下爬。井下的空间狭窄的令人窒息。玉努斯身高1.7米，而井下的高度只有1米到1.5米，他只能弯着腰工作。最矮的地方只有50-60厘米，工人们必须跪在水里才能继续作业。在这样的空间里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撞到头部或被困住。更危险的是井壁的坍塌。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，许多地方的井壁都出现了松动。玉努斯在清淤过程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原本平整的井壁突然塌下一大块土石砸在身上，如果砸中要害部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地下水的温度只有5°C，长时间浸泡在冰水中，人的体温会急剧下降。玉努斯每次下井只能工作30分钟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失温症状，手脚发僵，反应迟钝，这时候发生意外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在井下工作时，与地面的联系完全靠拉绳来维持。工人们制定了简单的信号系统，需要工具时来回摇绳，要上人时蹬2下绳子。但这种原始的通讯方式很容易出现误解，一旦信号传递错误，井下的工人就可能陷入困境。马延平的挖井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，他们现在挖掘的竖井深度平均都在几十米，最深的超过100米。在这样的深度作业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是致命的。挖井队使用的工具虽然比古代先进了一些，但依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柴油机带动的滑轮系统如果发生故障，装满泥沙的皮桶就可能从高空坠落，砸中井下的工人。绳索如果断裂，井下的人就会被困在几十米深的地下，救援极其困难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现在的挖井工人大多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安全培训。马延平他们都是从甘肃老家来的农民工，主要凭借经验作业。一旦遇到紧急情况，很难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。挖井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事故的环节是挖掘暗渠。工人们要在 1.2 米高的狭窄空间里用风镐开凿坚硬的岩石。风镐工作时噪音巨大，在密闭的空间里对听力造成严重损害，而且震动很大，长期使用会导致职业病。更危险的是，在挖掘暗渠时，工人们看不到前方的情况。如果遇到松软的土层，很可能突然坍塌，将工人埋在里面。即使同伴在附近，也很难及时救援。现在专门从事挖坎儿井的工人，全国不超过几百人，而且大多数年龄偏大。年轻人普遍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，宁愿去城里打工，也不愿意下到几十米深的地下去拼命。每一条坎儿井的诞生都伴随着血汗和眼泪，甚至是生命的代价。这些挖井工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在大地深处开凿出了生命的通道。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从不退缩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挖通了这些地下河道，干旱的土地才能重新焕发生机。在茫茫戈壁上，每一个竖井口都像是一座无名的纪念碑，默默地诉说着挖井工人们惊心动魄的地下传奇。他们也许不会被历史铭记，但他们的勇气和牺牲却永远流淌在那清冽的井水中。在中国西北大漠中，曾有2座丝路古城，都曾繁华一时。2000年后，楼兰已消失在黄沙中，吐鲁番却依然绿意盎然，文明从未中断。楼兰古国面积10万多平方米，商业发达，寺院林立。然而公元4世纪突然消失。专家发现，楼兰消失的根本原因是水源枯竭。炎热气候导致湖泊河流消失，在土地沙化中，楼兰、尼雅、米兰城等众多城市相继废弃，文明中断。吐鲁番同样经历气候变迁和战争，却像荒漠里的绿洲，2000年文明不断，关键就在于坎儿井。吐鲁番的年降水量为16毫米，而年蒸发量则达到3000毫米，相差了200倍。在这种极端干旱的环境下，坎儿井通过地下暗渠将天山雪水引入盆地，流量稳定，不受高温狂风影响。吐鲁番有坎儿井997条，暗渠总长5272公里，比京杭大运河长2倍多。利用1400米自然落差，地下水自流灌溉，
不需任何动力。坎儿井保证了水源持续稳定。与地表河流易断流不同，坎儿井水量四季稳定，为城市发展提供可靠基础。没有坎儿井，吐鲁番很可能成为第二个楼兰。楼兰消失和吐鲁番延续的对比告诉我们，在干旱地区，水就是文明根基。坎儿井让吐鲁番在死亡之海边缘创造了生命奇迹，体现了中华民族适应自然的卓越智慧。在哈密市二铺镇的一个工地上，马延平带着他的6人团队正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程。他们从甘肃老家承包了这道坎儿井的开挖工作，已经干了4个多月，现在正在挖掘第4口竖井。与古代挖井工人相比，马延平他们的条件略有改善。柴油机可以带动滑轮，将装满泥沙的皮桶拖到地面，比古代的藤条篮子装载量更大，速度也更快。井下作业时，他们使用风镐代替了传统的铁锤，大大提高了挖掘效率。但是，基本的工作环境和危险性并没有根本改变。马延平说，他们的分工依然是井下3个人，井上3个人。井下的空间仍然只有60公分宽，工人们必须弯着腰，甚至跪着工作。为了减少体力消耗，他们中午都不吃饭，一次性把工作干完再上来。现代的坎儿井清淤工作同样艰苦。玉努斯、玉素府负责的那道坎儿井有80条竖井，由于纯靠人工，清淤速度很慢。他们在一个地方干了20多天，才清淤了80多米长的暗渠，每天下井只能工作几个小时，但工作量依然很大，一天能清理出70-80筐淤泥。这些现代挖井工人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份如此艰苦的工作？马延平给出了答案，虽然辛苦，但这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当坎儿井挖成出水的时候，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，有很强的成就感。按照行业规矩，挖坎儿井被称为水活，工钱是1米1200元，比普通的旱活800元1米要高。但这个高收入伴随着高风险，如果挖到最后没有出水，就拿不到1分钱，让挖井工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。他们可能辛苦几个月，最后却血本无归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。更让人欣慰的是，这些坎儿井挖成后确实造福了当地民众。在哈密市二铺镇，我们看到很多人专门开车几十公里来取坎儿井的水，有些是周边村民，每个星期来一趟，有些甚至是市区的居民，宁愿跑10几公里也要来打这里的水。80岁的村民告诉我们，他常年喝坎儿井的水，身体好得很，什么病也没有。用坎儿井的水做饭蒸馒头，味道特别好。相比之下，自来水有碱味，口感差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舍近求远来取井水的原因。坎儿井的水之所以如此甘甜，是因为它来自天山的冰雪融水。这些水渗入地下后，以极慢的速度在岩石缝隙中流动，每昼夜只流 1.7 米。在漫长的地下旅程中，水流吸收了岩石中的各种矿物质，变成了天然的矿泉水。按照这个流速计算，人们现在喝到的坎儿井水，实际上是几年前从天山渗入地下的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一些人在坚守着这个行业。他们不仅是为了谋生，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使命感。正如玉努斯所说，看到自己清理的坎儿井重新出水，看到村民们能够用上清澈甘甜的井水，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这些现代的挖井工人承继着古代工匠的技艺和精神，他们用现代的工具、传统的方法，在地下继续着这项延续了2000年的伟大工程。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历史记住，但他们的汗水和坚持，让古老的坎儿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新疆的地下深处，仍然有清澈的井水静静流淌着。那是天山的馈赠，是古人的智慧，更是现代坚守者们用生命和汗水维护的生命之源。在新疆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嫁女儿陪嫁办到坎儿井，那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嫁妆。这句话道出了坎儿井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，它是财富的象征，是几代人的传家宝。但一旦坎儿井挖成功，带来的回报也是惊人的。一道坎儿井
可以灌溉500到1000亩土地，使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。这意味着一次投入，几十代人受益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现在还有人专门取卡尔井水到市区销售。这些卡尔井矿泉水因为水质优良，口感甘甜，价格比普通矿泉水高出好几倍。然而，这门古老的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现在专门从事挖卡尔井的工人，全国不超过几百人，而且大多数年龄偏大。年轻人普遍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和辛苦，宁愿去城里打工。随着机井的普及，许多农民也不愿意花巨资挖卡尔井了。像刘春富这样会挖卡尔井的老师傅越来越少，一旦他们去世，这些宝贵的技艺和经验就可能永远失传。这不仅是一门手艺的消失，更是一种文化和智慧的断绝。卡尔井的规模究竟有多震撼？一组数字足以说明一切。新疆现存卡尔井997条，暗渠总长度5272公里，竖井总数172367眼，总深度2593公里。这个长度比京杭大运河的1797公里还要长出2倍多。如果把所有暗渠连接起来，可以从北京一直延伸到印度边境。这一切都是古代的挖井工人用最原始的工具，在地下一锤一锤开凿出来的。没有现代机械，没有精密仪器，仅凭一盏油灯、一把铁锤、一个筐子，就创造出了这个堪比万里长城的地下工程奇迹。卡尔井与万里长城、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3大工程，这个地位当之无愧。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敌，大运河是为了沟通南北，那么卡尔井就是为了在死亡之海中开辟生命通道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这项技术最早来源于汉朝。汉武帝时期，中原的井渠技术传入西域，经过各族人民的完善和发展，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卡尔井系统。从汉朝到现在2000多年来，这项技术一直在新疆大地上发挥着作用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新疆人民。这个庞大的地下工程完全依靠自然力量运行，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理念。它不消耗任何能源，不产生任何污染，却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水源，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环保的水利工程。面对卡尔井的衰落，政府和民间都在努力抢救这一珍贵遗产。2006年，卡尔井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更实际的行动是大规模的保护维修工程。据统计，政府已累计投入7300万元，完成了165条卡尔井的加固维修工程。许多曾经干涸和堵塞的卡尔井重新焕发生机，又能够正常出水了。目前，虽然卡尔井总数从历史最高峰的1700多条下降到997条，但其中仍有214条保持正常出水，继续为当地民众提供着清洁的水源。这214条活着的卡尔井就像214颗珍珠，在新疆大地上闪闪发光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认识卡尔井的价值。随着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，人们越来越重视这种绿色的水利技术。一些大学生甚至专门学习卡尔井的挖掘和维护技术，希望能够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。现代科技也为卡尔井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手段。通过现代测量技术和材料科学，卡尔井的挖掘和维护变得更加精确和高效。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，为这一古老工程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从地表50度的烈日到地下5度的冰水，从一把简陋的铁锤到连绵5000公里的地下长城，从刘春富老人50年的坚守到新一代年轻人的传承接力，卡尔井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坚持、智慧和希望的传奇。这些在黑暗中默默奉献的挖井工人，用血肉之躯在大地深处开凿出生命的通道。他们也许不会被历史铭记，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流淌在那清澈的井水中，滋润着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。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，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智慧和勇气。卡尔井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，就能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奇迹。
你觉得像卡尔井这样的古老记忆应该被完整保留，还是任其自然消失？你能在地下65米深的冰水中坚持工作吗？你的家乡还有哪些正在消失的传统手艺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从神秘的地下英雄到震撼的水利奇迹，卡尔井挖井人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敬佩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喜欢，还请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